你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刚刚出炉，而且分量特别重的文件，就是中国国务院在2025年8月发布的这个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Plus 行动的意见。对，这份文件确实引起了很多关注。我们手头正好有几份对这个意见的深度分析材料，他们都点出来，这绝对不只是一份普通的技术规划。没错，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级的蓝图。对，一个蓝图，想要系统性的重塑整个经济和社会形态。我看里面的用词都挺宏大的，说什么要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还要带来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是的，目标定得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好好剖析一下这份文件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的战略意图又在哪里，它描绘的未来图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帮你快速抓住关键信息和它更深层的含义。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这开始。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份文件的出台，它标志着中国 AI 战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转折点怎么说？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发展 AI 技术本身，对吧？重点是怎么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错，各种算法模型什么的。对，但现在呢，你看，重点转向了 AI Plus， 这个 Plus 号意义就非常不一样了。这个 Plus 号，它代表的是融合，是赋能，是催化，也是重塑。就是说 AI 不再被看成一个孤立的技术领域或者产业。哦，那被看成什么了？它被定位成一种像过去的电力或者后来的互联网那样的东西，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通用目的技术就像基础设施一样。对，它的核心价值不再是它本身多厉害，而是它能渗透到各行各业里面去，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和驱动力。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文件的发布就等于正式宣告，中国的 AI 战略从以前那个强调技术突破的阶段，现在迈进了一个全新的以应用、以融合为核心的阶段了。非常准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升级。那从 AI 到 AI Plus， 这个转变听起来方向是很明确了，但这种战略上的转向，它具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我通读文件和相关的解读啊，能感觉到一种挺强的自信。是的，自信感很明显。文件里反复在强调要发挥中国自己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这几大优势。这应该就是信心的来源吧，也是那个 Plus 号能落地的基础。完全正确。这种自信还有这种路径的选择，你要是往深了挖，它其实根植于一个非常清晰的可以叫做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回归到最基本、最核心的出发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这里，这个第一性原理就是应用牵引。应用牵引。对，文件里提到的那3个优势——数据、产业、场景，他们不光是说我们有什么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构成了中国选择 AI 发展路径的核心逻辑。你想，广阔的应用场景，这不就是最好的试验场吗？各种想打、各种模型都可以在这里试。对，市场够大。海量的数据，那就是 AI 模型训练的燃料，而且是持续不断的燃料。这个优势确实明显。再加上我们有非常完备的产业体系，就成了 AI 技术落地、找到应用的载体。不管你想赋能哪个行业，基本上都能找到对应的产业基础。所以有了这3个独特的组合优势，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完全依赖于，比如说在最底层的算法或者芯片上是不是绝对领先。可以不依赖底层技术的绝对领先。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有一条不同的路径，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应用来反过来迭代技术，来催生创新。应用本身就变成了创新的源泉。明白了，用实践来推动进步。所以你看，文件里那句话，以新的应用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突破，这句话就非常关键。我注意到这句话了。它点明了逻辑上的一个重要侧重变化。以前可能更强调的是技术推动应用，就是说我先有个厉害的技术，然后我再去找它能用在什么地方。先有锤子，再找钉子。对，形象。但现在呢，更侧重的是应用拉动技术。反过来了。对，反过来。
从我们实际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满足什么需求出发，让这些需求来定义我们技术发展的方向。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也是市场导向的选择。这种应用拉动技术的思路，听起来确实很 pragmatic。是的，有分析就把这种模式比作一个巨大的水培工厂。水培工厂这个比喻有意思。对，你想想，水培工厂它就是通过顶层设计，精确地控制光照、水分、养分这些要素，然后非常高效地培育出我们想要的特定作物，也就是我们战略上需要的 AI 应用。目标明确，控制精准，效率很高。这就跟一些解读里提到的西方可能更偏向的那种热带雨林式的模式，形成了挺有意思的对比。热带雨林，对，热带雨林就是那种物种丰富、自下而上、自由竞争，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可能也比较混乱，没那么小的规划性。它更像是一种演化论的思路。而我们这个水培工厂的比喻呢，就更体现出一种设计论的哲学，强调规划性和目标导向。水培工厂对比热带雨林，这个比喻确实很形象，它一下子就把两种不同的发展哲学给勾勒了出来。不过，我这儿也有个疑问，就是有分析提到啊，这种高度设计的水培工厂模式，会不会因为控制的太多，反而抑制了那些意想不到的颠覆性的创新？就是说，会不会缺少了热带雨林可能带来的那种惊喜？对 ，serendipity 这个词儿很重要。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也是很多解读里反复在探讨的一个核心的张力所在。是个核心矛盾点。可以这么说，你看设计论或者说水培工厂模式，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效率高，能聚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家战略需要的特定领域快速取得突破，这很切合我们的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它潜在的风险，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就在于失去了一部分的自下而上的活力，还有那种 serendipity， 就是意外的惊喜发现。对 serendipity 这个词儿很重要。过度的规划有时候可能会导致路径依赖，就是说你沿着设计好的路走，可能会错过那些最初看起来不太重要，甚至有点偏门，但后来却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创新方向。就好像只在温室里种特定的花儿，就发现不了野外那些奇特的植物。这个比喻也挺形象。而热带雨林模式呢，它可能看起来混乱，效率也许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多样性、它的自由竞争，反而有可能孕育出更根本性的、更意想不到的突破。所以这两种模式真的是各有利弊。对，所以这份文件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在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一方面，它有非常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但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要激发基层的活力。比如我们后面可能会详细聊到的，它对开源生态建设的那个重视程度，就是个例子。原来如此，寻找平衡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看点。行，那既然整体上还是设计论主导，我们来看看这份蓝图具体规划了哪些行动领域。文件里提出了6大重点方向，我看看啊 ，Plus 科技技术 ，Plus 产业发展 ，Plus 消费提质 ，Plus 民生福祉 ，Plus 治理能力，还有一个 Plus 全球合作。哇，这个覆盖面真的是非常广了。是的，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那这么多领域，我们肯定没法逐一细讲，你能不能聚焦一下？从这些领域里面挑出1、2个你觉得最能体现这份蓝图的雄心，或者说最具变革性的方面，给我们重点解读一下。当然可以，这6大领域确实共同描绘了一个全方位的智能社会图景。但如果让我挑出1、2个最值得关注，而且可能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觉得有2点特别突出。哪2点？第一个是在 Plus 产业发展这个领域里面，它特别强调了要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智能原生企业这个词很新颖。是的，这不光是说鼓励那些传统的企业去用 AI 技术做点升级改造，那就比较浅层了。它的目标是要培育一种全新的企业形态。全新的企业形态？对，这种企业的特点是他们的底层架构，他们的商业逻辑从一开始，从娘胎里就是基于 AI 来构建的。AI 是他们的核心驱动力，而不是后来加上去的一个辅助工具。哇，那这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企业模式就不一样了。对，很不一样。
这其实预示着未来的经济结构可能会发生非常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互联网 Plus 那个时代，诞生了很多平台型企业，对吧？平台经济。而智能原生企业可能代表着下一个阶段，是向更深层次的以智能决策和自动化为核心的模式去演进。理解这个概念，对于把握未来产业的竞争格局，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理解了，这确实是一个可能带来结构性变革的点。那第二个你觉得特别突出的方面呢？第二个是在 Plus 治理能力这一块儿，他提出了一个叫做人机共生治理的社会治理图景。人机共生治理，这个听起来更科幻了。有点儿那个意思，而且非常具有前瞻性。他甚至明确提出，未来的治理对象要扩展到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什么？治理对象还包括数字人和机器人？对，这说明什么？说明规划者已经在非常认真地思考，当人类、人工智能，还有我们在网络空间里的虚拟身份、数字人，深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将如何运作、如何管理？这思考的相当超前呢。是的，所以这就不光光是为了提升政府办事的效率那么简单了，它触及了是未来整个社会结构、法律框架、伦理规范等等这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这可能是这6大领域里面最具探索性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方向。它背后其实暗示了一种雄心，就是希望利用 AI 来实现一种更精细、更动态、覆盖范围更广的社会管理模式。智能原生企业和人机共生治理，这两个点的确有未来感，也确实能点燃人的想象力。好，那要支撑起这么宏大的一个计划，包括你说的培育新企业形态、构建新的治理模式，这个基础支撑层面，文件是怎么考虑的呢？我看文件里好像在核心技术，比如说芯片、大模型这些，和生态建设，比如开源、人才这些方面，它的策略倾向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是的，你的观察很敏锐。基础支撑是实现一切的前提，这部分非常关键。文件在这方面清晰地体现出一种，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行的策略。自主可控，同时又开放合作。对，可以简单理解为内固核心、外联生态。内固核心，外联生态，怎么讲？对，对内，也就是在那些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技术上，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制造、关键的大模型架构，还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源等等。文件强调的是要攻坚克难，要创新突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自主技术底座。底座要牢固。具体的措施，比如提出要统筹全国的算力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要建设高质量的中文数据集，解决模型训练的粮食问题，还有支持多种技术路径的大模型探索等等。这些举措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发展的自主权，避免在关键环节被别人卡脖子。这个好理解，关键技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外联生态呢？开放合作体现在哪里？对外呢，尤其是在应用生态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这2个方面，文件又在大力提倡开放合作。哦，怎么个开放合作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开源前所未有的重视。文件里不仅鼓励大家参与开源，甚至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创新举措，比如说鼓励高校将开源贡献纳入学生学分认证或教师成果认定。哇，把开源贡献跟学分职称挂钩，这个力度很大啊。非常大，这显示出一种决心，就是希望通过开放来繁荣整个 AI 的应用生态，吸引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避免我们自己搞成一个技术的孤岛。开放才能搞活生态。所以你看，它的策略就是这样：一方面，在核心技术上要牢牢掌握自主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生态建设和人才方面，又要积极的融入，甚至去引领全球的开放创新体系。内固核心，外联生态，这种策略听起来确实很务实，也很有智慧。它试图在当前这种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格局下，找到一条既能保障安全底线，又能争取发展上限的平衡路径。可以这么理解。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这种平衡好把握吗？
解读里面有没有讨论过，比如说当这个自主和开放的要求产生矛盾的时候，可能会怎么取舍呢？优先保哪个？这确实是实践当中最大的难点之一，也是很多分析关注的焦点。理想的状态下，当然是自主和开放并行不悖，相互促进，那是最完美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中，特别是现在国际关系比较紧张，技术壁垒也在增加的情况下，矛盾可能随时都会出现。比如呢？举个例子，如果你过于强调核心技术的自主，完全关起门来自己搞，可能会限制你对全球最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应用，结果可能是重复造轮子，或者技术一代的速度反而慢下来了。闭门造车不可取。但反过来，如果你过于强调开放，什么都开放，那又可能面临核心技术外流的风险，或者你辛辛苦苦建立的生态被别的国家主导了，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安全上的风险。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对，文件本身呢，它没有明确的说，如果打架了，哪个优先级更高？但是从整个文件的基调和他提出的具体举措来看，似乎能看出来这样一种倾向。什么倾向？就是说，在那些更偏向基础理论、通用平台、应用生态的层面，可能会更强调开放合作，用开放来保持创新的活力。但是在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关键产业命脉的核心环节和底层技术上，自主可控的优先级可能会放得更高一些。明白了，这是一个动态的、分层次的、带有风险对冲考量的平衡术。对，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2选1，而是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侧重。好，这种动态平衡确实充满了挑战，也值得我们持续观察。我们已经聊了战略的转变、核心的路径选择，还有基础的支撑策略。现在让我们再往深挖一层，看看一些更具启发性的解读。有观点认为这份文件它不仅仅是一份产业政策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在构建一个国家级的神经系统。这个说法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比喻确实很抓人眼球。这个神经系统的比喻到底该怎么理解？它揭示了这份文件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图是什么呢？这个国家级神经系统的比喻我觉得它确实抓住了这份蓝图的一个非常深层的意图。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去理解。好，你可以把一个国家想象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有机体。过去呢，这个有机体可能肌肉很发达，比如我们的制造业很强，基础建设也很好，对吧？硬件很强。对，硬件很强，但是它的神经系统，就是信息感受的能力、信息传递的速度，还有各个部分协同运作的效率，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够敏捷，不够智能。有点像个大块头，但反应可能慢半拍。有点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人工智能 Plus 这行动计划，就像是要为这个巨人安装一套新的智能化的神经系统。哇，给国家装上智能神经系统，这个想法很大胆的。那具体怎么对应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那些国家级的超大规模的算力中心，就可以看作是这个系统的大脑和小脑，负责全局的运算、分析和协调。大脑和中枢。各个领域发展出来的那些行业大模型、专业大模型，就像是分布在全身的神经节，负责处理特定领域的信息，做出局部的智能反应。神经节点。高速的通信网络、5G、6G 这些，就是连接大脑和各个神经节、各个器官的神经网络，负责快速、准确的传输信息。信息高速公路。还有遍布在物理世界和数字空间的各种 sensor、各种摄像头等等。它们就是这个有机体的感觉器官，能够实时地感知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感知末梢。所以把这些都串联起来，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国家这个庞大的有机体能够进化成为一个可以实时感知变化、瞬间分析利弊，并且能够做出最优协同决策的智慧生命体。智慧生命体，这个构想真的是非常宏大。是的。这个构想其实还可以关联到一些更宏大的理论概念。比如你呢？比如有些解读就认为，这背后体现了一种国家级的数据主义 （state level datism） 的理念。国家级的数据主义。对，数据主义相信什么呢？相信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优化，就能够找到解决各种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优解，并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集体的目标。用数据和算法来指导决策。对。
它也有点像是在尝试构建一种规则的乌托邦的智能形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试图用动态的、不断优化的算法，而不是过去那种静态的、刻板的规则，来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可预测，甚至更公平的治理系统。听起来像是把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看作一个可以被优化的系统。没错，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什么点？就是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份文件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它宣告了一种新的治理范式的诞生。新的治理范式。对，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社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被视为一个可以被工程化、被优化、被智能管理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社会可以被工程化、被优化、被智能管理，这个提法影响深远啊。极其深远。这当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效率、实现精准协同的巨大潜力，想象空间很大。但同时，它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关于个体角色、自由的边界、算法的伦理、权力的制约等等非常深刻的社会和哲学层面的问题。这绝对是一种雄心勃勃，但同时也充满了未知和挑战的尝试。确实如此。好了，我们今天从战略转变到核心路径，到基础支撑，再到这个国家级神经系统的深层解读，可以说是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份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 Plus 行动意见。那聊了这么多，如果让你来总结一下，对你来说，这份文件传递出来的最核心的信息，或者说最关键的启示是什么？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提炼出这么几点关键的启示。好，首先是它的系统性，这可能是最突出的特点。AI 不再被看作是某个单一领域的事情，而是被视为一个能够重塑国家经济、社会、科技乃至治理模式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规划的全面性和它强调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性是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思维。其次呢，是它的务实性。它没有好高骛远，而是非常清醒地立足于中国自己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场景多、数据大、产业全。然后基于这些优势，选择了应用牵引这样一个核心路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立足国情，发挥优势。再者是它的双重性，或者说两面性。就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发展与安全，这个现在提的很多。对，一方面它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去抢占 AI 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决心很大。但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反复强调要防范风险，要规范伦理，要关注 AI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模型的幻觉、算法的歧视、就业的冲击等等。感觉就像是既要让 AI 这匹快马逃起来，甚至跑在前面，但同时也要给它牢牢地套上缰绳，确保它跑得又快又稳。这个平衡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前瞻性。你看，它采纳和部署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我们前面重点讨论的智能人生企业、人机共生治理，还有像认知和情感消费这些新场景的提法。这都显示出他的思考已经触及到了 AI 对商业模式、社会价值，甚至是对人的定义可能产生的那些非常深层次的影响。的确，思考的深度够。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不能忽视的点，就是它强大的叙事建构能力。叙事建构。对，这份文件不仅仅是在规划行动，它同时也在构建一套关于中国 AI 发展的叙事。他把 AI 定义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一种内生的必然的动力，为中国选择的这条 AI 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套非常强有力的逻辑自洽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力量。系统性、务实性、双重性、前瞻性，还有叙事建构能力，这几点总结得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这番全面而且深刻的解读。这份人工智能 Plus 行动计划，它描绘的未来图景，确实既让人感到兴奋，同时也引人深思。它真的不仅仅是关于技术本身，更关乎我们未来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此。
蓝图画得再好，最终还是要落到实践中去，而实践中挑战肯定是非常多的。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比如说，我们怎么能真正的实现智能向善，而不是让 AI 技术反而加剧了社会原有的偏见和不平等？我们怎么能在追求效率和优化的同时，又能切实地保护好我们每个人的数据隐私和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这份宏大蓝图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必须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的，技术伦理和社会影响是绕不开的。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最后留下一个问题，也许可以供你，也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之后继续思考一下。好，请说。既然这个蓝图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把我们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个可以被工程化、被优化、被智能管理的系统，那么在一个日益追求数据最优解、日益依赖算法化决策的未来社会里，我们个体的主动性、我们的创造力，甚至是那些看起来有点非理性的我们去试错的那种自由空间，将被放置在什么位置？当整个系统都在追求那个所谓的最优解时，我们又该如何为复杂而多样的人性保留足够的空间？哇，这个问题真的是直抵核心。当系统追求最优时，如何为人性保留空间？这确实是一个在拥抱智能未来的同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持续追问和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是的，值得我们长期思考。好了，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析，也希望质字的解读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份关乎未来的重要文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再见。